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，从脚趾的长度看你一生的命运如何，很准哦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健康有力的双脚可以走遍天下。大多数都只知道面相、手相、痣可以判断运势吉凶，对于双脚却没有多少概念。其实通过脚相也能分析一个人的命运，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从脚趾看命运。一、大脚趾最长，大脚趾的长度比其他4根脚趾长，大脚趾到小指依次变短，这种脚型是很普遍的。因为大脚趾最长最大，在行走时能帮助脚掌承受人体的重量，平衡重心，运动时更符合力学规律。有这种脚型的人，大多他是稳重，脚踏实地，做事有规划，坚毅有耐心，拥有绝佳财运，能靠自己的努力打拼家业，可以积累丰厚的家财，衣食无忧。二、第2根脚趾最长。二脚趾比大脚趾长的脚型被称为希腊脚。有这种脚型的人一般个性要强，命带福禄，多数能拥有出色的事业和理想的生活。男性事业心会比较重，不喜欢安逸，而是偏好从事有挑战性的工作，具有不服输的拼搏精神。在职场中一般是比较有领导力的人，会有很不错的事业成就。女性的话也是个性鲜明要强，聪明灵活，精明，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，也可以说比较特立独行，有个性，通常有很好的异性缘。三、第3根脚趾最长。5指之中，第3根脚趾最长的脚相十分罕见，拥有这种脚相的人也注定是拥有不平凡的运势。有这种脚相的人天生性格要强，不甘于平凡的生活，往往敢于做吃螃蟹的第一人，能先人一步占据财富先机，富有谋略和勇气，在财富往往能够得到丰硕的成果。若是从商，一般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，富甲一方。若是为官，也能仕途顺利，左右逢源，官运亨通，取得不凡的成就。四、拇指。2指和3指一样长，如果脚趾的拇指、2指和3指都一样长，这样的人心思缜密，争强好胜，做任何事情都追求完美，认真踏实，非常负责任，所以一辈子劳心劳神，为生活奔波不断，享福很少，没有什么大的成就。5、拇指最长，其他脚趾一样长，如果拇指长度最长，其他脚趾一样长，那么此人个性敏感，喜欢抱怨，是典型的操心命。虽然他们生活环境不错，但是容易劳神，一辈子琐事不断，凡事都需要自己亲力亲为，很少有清闲的时候。即使拥有钱财，他们也不会去享受。6、5指均匀。5个脚趾长度均匀的脚型又称为罗马脚，其个人的运势是5指脚趾的长短而定。5指较长的男性会比较敦厚务实，财运比较顺利，在事业上属于脚踏实地的类型，喜欢过安稳的生活。女性的话，个性乐观大方，人缘很好，但一些事情上思想比较传统。5指较短则个性较保守，男性虽然他是能干，但缺乏野心，一生的财路富贵要靠努力维持。女生性格比较保守，大多能勤俭持家，在择偶上注重内在品行，是传统的贤妻良母。2、脚底纹路看命运。1、脚心纹多。脚趾纹算命怎么算呢？纹理代表着一个人的品性优良，有福，有作为，智慧的高低。脚底的纹路越多，其人命越好，越有福气。尤其是出现一些特殊的纹理，如脚底有3条纵而伸长的纹，称为3侧纹。有此象的人既有福气，又有实禄，一辈子衣食无忧。
再就是状如麦穗的纹理，也代表其可食禄万中，福分很大。2. 脚下有旋纹，脚趾纹算命怎么算呢？旋纹指的是脚心纹路呈现漩涡形或水波形，有旋转的趋势。假如脚心有旋纹，其人在名利场上往往容易取得较大的成就，如从事演艺等面向公众的工作事业，财富依靠名气而稳步上升，是求名求利的富贵之人。假如脚底下有纹如同大树或是花草状，也属于积财无数的富人。3. 脚纹是竖的，脚趾纹算命怎么算呢？人的脚纹倘若一天到晚奔波劳碌，他的脚纹一定是横的，不会是竖的，因为竖的纹路代表赚的钱很轻易的就会得来，倘若在竖的纹路上出现痣，那会更好命。4. 脚底无脚纹，脚趾纹算命怎么算呢？脚长短而硬，厚而弯，脚底无脚纹的人运势通常都不怎样好，脚长小而厚，长而软，脚纹多，脚面长有毛，这些都是富贵的象征。脚小而厚是指脚掌虽然较小，但是双脚饱满厚实。有这种双脚的朋友，尤其是女士朋友，是相学中所说的贵人脚，在工作生活中往往机遇和贵人常常出现在大家身边，因此工作比较顺心，即使有困阻也会迎刃而解，生活方面更是衣食无忧，财运旺盛。5. 脚底十字纹，足底十字纹多，都如一个个十字的话，就和脑力有关，所以有十字纹的人大多能够从事这些比你复杂精细的计算性的工作。有关于专业的财务范畴，包括市场营销筹划，擅长动脑筋去剖析数据的，包括计算机编程等等。十字纹加上合适的行业，大多让你人生会获得较高的成就。十字纹也是善纹，只是你要找对方向。6. 脚底关纹，所谓的关纹，就是我们把足底比喻为乌龟，我们看这个足底有没有龟壳上的纹路，就是井字格，上下左右间距比拟平均，相似于井字，这种称为贵纹。当然脚底下也是贵纹，普通所谓的官纹就是能执掌管理职权，大多这类人性格上比你儒雅，待人接物比你得体，知进退，能发挥本人的一些管理程度，才能获得位置。7. 脚底一纹，所谓的一纹能够了解为人字纹。当人字纹呈现在脚底的话，有2个特性。第一个特性合适背井离乡去开展，要留意抓住外援的时机，小到背井离乡去外省兴旺的城市，大到去国外留学以致在国外定居，那么对人生都有比你大的一些协助利益。第二点，假如足底有一纹的话，比你合适武职，出履历活，也能够是高科技的军工行业。3. 脚型看命运。1. 希腊脚。希腊脚的主要特征是第二脚趾比大脚趾更长，这类人性格开朗，精力充沛，而且富有上进心。他们属于那种果断勇敢的人，遇事沉着冷静，有着顽强的意志力，只要认定了目标，就会选择全力以赴。再加上他们的先天运势不错，经过后期的努力，往往能取得成功。2. 埃及脚。埃及脚属于比较常见的脚型，其特征是脚趾头从大拇脚趾一直到小脚趾的长度依次递减，形成了一种排列有序的规律。这类人的性格十分豪爽，心胸比较开阔，人缘不错，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事业上都可以混得风生水起。埃及脚的人还擅长把握时机，总是能抓住机遇，洞察力非常强。3. 罗马脚。罗马脚也是较为常见的，这种脚型的表现为脚趾头的长度很接近。罗马脚的人志向远大，独具慧眼，而且头脑十分灵活，他们从来不会按部就班，总是有自己的想法。这类人的吃苦能力也很强，
愿意在事业上付出，在经历了不懈的奋斗之后，他们终将在事业上成就一番伟业。4. 白玉角。白玉角顾名思义，其主要特征就是皮肤十分白皙细嫩，同时脚板很厚实。这类人从小就出生在富贵的家庭，自幼生活就十分富足，长大后也不缺少钱财。他们的性格非常和善，总是很温和，待人也很亲厚，人缘不错，遇到困难也总有人相助。5. 扁平足。扁平足是一种畸形的足，指足弓过少或者一点足弓都没有的。这种人虽然走路之类的不方便，脚也不甚美观，但是他们的一生都不会有什么大的霉运，但是反过他们一生也不会有多大的好运，也就是说，一生运气平顺，没有大起大落，也算是富贵命。6. 足弓高。如果足弓高，代表足够，这种人一般都很命好，事事顺心如意，人际关系也很好。如果足弓很高，那这种人虽然事业上比大多数人要好，能轻易爬到很高的位置，但是日常生活中因为高姿态，一般都是没有人愿意和其交朋友，所以人际关系不好。好了，夫角。夫平妻贵，享大福。现代判断一个女人是否漂亮，可以从五官长相以及身材方面判断，而在古代判断一个女人是否属于美女，却是从脚部判断。那个时候，女人以拥有一双小脚而自豪。随着社会的改变，裹脚早已成为被时代所抛弃的陋习。但脚型漂亮的女人，除了穿凉鞋之外，还有机会成为脚模。不过在传统相术学中认为，有的女人脚天生属于旺夫脚，一旦娶了这样的女人，可以带动男人的运势，让生活变得更好。那么女人什么脚属于旺夫脚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脚底有肉。在相术学中认为，女人太瘦弱，没有福气，对于脚也是如此，所以脚部有肉的女人属于天生富贵命。这类人一生养尊处优，不会为一日三餐而发愁奔波，因为福气好，从小便展现出不同寻常人的资质，无论是说话谈吐还是自身气质都特别出众。这类人多数出身富贵或者小康家庭，因为年少时候没有吃过苦，所以脚部柔弱，很有贵气。一旦娶了这种脚相的女人，不愁运势差，因为自身家境优越，可以凭借家族运势帮助夫家，帮助丈夫事业发展更好，财运变旺。丈夫自身实力比较强，属于精明能干的类型，可以在事业方面有所成就，中年时期可以达到巅峰。2. 脚小且圆润。传统认知中，小脚女人更有福气，因为脚小不用从事重体力工作。这类女人在古代属于养尊处优的大家闺秀类型，而在现代属于富贵之家的女子，因为脚特别小且圆润，注定运势不会太差，所以在嫁人的时候可以找到一位不错的丈夫。丈夫自身比较优秀，凭借妻子的旺夫运势，可以快速带动自己的财运。在相术学中认为，脚小又圆润，属于正财不旺，偏财特别旺，所以丈夫买彩票中奖几率特别高。因为旺夫运势还能够带动家中老房子遇到拆迁，成为妥妥的拆二代。只要二人保持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，凭借获得的偏财，也可以令一家人生活无忧，一生幸福，不用为钱财而四处奔波。3. 脚底有痣。女人脚底有痣属于妥妥的旺夫脚，这种脚特别少见，为此旺夫运势特别旺。一旦娶了这样的女人，一生可以与财运相伴，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能获得很好的发展，工作顺利的同时，财运也会格外青睐，一生遇到的破财的次数特别少，多数可以逢凶化吉，凭借妻子旺夫运势将损失降到最低。这类女人除了可以旺夫之外，自身运势也特别好，属于大胆心细的类型，在理财方面有独到见解，还有很强的事业心。
这类女人对财富有着很大的渴望，所以在职场发展特别好，属于雷厉风行的人物。除了工作运势特别好之外，性格也不错，做事果断不犹豫，很有王者风范。遇到事情冷静处理，令自己的财运亨通，夫妻二人事业双双飞黄腾达，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。以上就是所谓的旺夫角。那么除了角以外，女人还有哪些特征旺夫呢？接着往下看。一、后背圆润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女人的后背长得圆润厚实，看起来非常的有气势，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，这样的女人自身的运势会非常的强，天生就是妇人命，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家庭状况，都比别人要好很多。而且她们感情道路顺遂，婚姻生活幸福美满，有幸嫁给一个有责任心且对自己好的男人，旺夫又旺家，日子越过越好。二、头发乌黑。从面相的角度来看，从一个人的头发可以看出这个的发财运。若是一个女人的头发乌黑，说明这种人整体的运势不错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别人及时的帮助。头发还主要是代表的一个人的健康方面，这种女人身体比较健康，平时不会有什么疾病，平时工作的时候气色好，能够发挥自己充足的精力。这种人婚后能够给家庭带来很好的福气，天生就是富贵的命。这种女人就是天生聚宝，把钱聚集在一起不是问题。三、眉毛柔顺。眉毛是监察宫之上，迁移宫之下的部位，眉毛代表着一个女人的情缘宫，从眉毛能够看出此人的财运运势。如果眉毛比较柔顺，性情比较温和，而且对身边的人很好，能够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帮助别人，这种人能够很谦逊，人际关系很好，能够处理好自己的人脉，在婚姻上能够找到自己的另一半，而且还能够旺夫，做什么都有样子，家庭比较的和谐美满。四、下巴丰满。下巴代表的是女人的晚年运势与福气大小等。若是女人的下巴长得饱满厚实，属于典型的旺夫兴家的标志。通常女人的下巴长得越是厚实，则她们聚财的能力也就会越强。而且通常拥有这样面相的女人，心胸开阔，眼里能容人，对自己丈夫的事业运势会非常的有利，个个都是福气相。婚后也能够带旺丈夫的晚年运势，儿女孝顺懂事为典型的旺夫相。五、田字脸。所谓的田字脸，就是指女人的脸型长得比较方正有型，但是棱角处圆润，而一般拥有此种面相的女人，她们往往为人比较大方，心思缜密，有足够的精力与时间照顾好自己的家庭，在事业上也是难得的好助手，所以他们结婚对象大多数都是一些有能力之人，婚后必定会锦上添花，夫妻两人的齐心协力只会把日子越过越好。六、手指纤细。女人的手指长得纤细有肉，红润有光泽，而且非常的白嫩，则往往说明这样的女人自己的人运势会非常的好，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，都会有人帮助自己，在人际交往方面的能力会非常的强，所以她们天生的本领比较大，个人的能力出众，日后干啥都会比男人更强。而且这样女人自己的婚姻状态不错，丈夫也知道疼爱自己，天生的凤凰命。七、臀部平圆有肉。在体相中，女人的臀部宜平圆，这样的女人性格大气，待人和气，是典型的贤妻良母，常常能够持家有道，为丈夫聚财，同时能给家庭带来稳定性，多子多福。此外，与臀部配合大小腿都有肉，不要鹤腿鸡足，这样才能给家庭带来更多的财富。八、鼻子长痣。女人的鼻子处长有极痣，则说明她们的财运会非常的强，而且为人比较强势，处事麻利，在事业上就算是不依靠男人，也能够把自己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富有。若是娶这样的女人回家，必定是丈夫的贤内助，能够把各种的日子都打理得井井有条，钱财也会越积攒越多，生活质量自然也会明显的增高，日后的生活压力一定会非常的小。九、耳朵长痣。耳朵是一个人的福气与财运、智慧等
若是女人的耳朵长得厚实有肉，耳垂比较大，则往往这样的女人自己的脾气性格会非常的好，人缘也会很强，懂得怎么去交流，就算是遇到困难，身边也少不了有人帮助。所以婚后与这样的女人结婚，就算是遇到困难，也一定会逢凶化吉，与自己同甘共苦。所以女人就是家里的风水，要想日子过得好，妻子一定要贤惠。10. 下巴长痣。下巴及地格代表的是女人的聚财能力、财气大小等。往往女人的下巴长得圆润有肉的人，她们的脾气性格都会比较温和，能够容人，与家人之间的关系都会处理得非常好，能够让丈夫安心做事情。若是女人的下巴处长有极痣，则她们以后的事业只会越做越大，赚钱也会越来越多，自己的儿女也都会比较有出息，娶她们回家必定会一旺3倍人。11. 额头长痣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女人的额头长得饱满明亮，则说明她们的家庭条件会非常的不错，早年的时候极少会吃苦受罪，能够在婚前得到父母的庇护，就算是结婚，所嫁之人也都是有能力的人，婚后的财运兴旺也都会比较旺夫，所以他们婚前婚后都会有人心疼自己，日子过得比较顺利，能够快速的发展起来，取得极大的成功，日子不会太穷。命运，大千世界，芸芸众生，每个人的体型都不一样。虽然我们很想拥有模特般完美的身材，但是现实却是大部分人的身材都有着或多或少不完美的地方。有的人体型偏胖，有的人过于瘦弱，有的人身长腿短。不同体型的人有着不一样的人生运势。今天小酱汁老师从体型为酱友们分析一个人的命运吉凶，一起来看看你的命运如何吧。1. 肥胖型、脂肪型身材。如果一个人的身材类型属于偏胖，但不是那种过度肥胖的类型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非常的活泼开朗，在待人处事方面非常的热情，性格温和，内心单纯善良，有着很强的社交和沟通能力，人缘非常的好。虽然做事时偶尔会偷懒，但是该自己做的事情一点不会耽误，即使偶尔犯点小错误，也能够被身边的人原谅，遇到困难也能够得到周围人的帮助。2. 稍见瘦削的健壮身材。如果一个人的身材看上去较为瘦小，但身体比较健壮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性格坚韧刚直，有着很强的信念感和目标感，对自己也非常的自信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会想尽办法的去克服，不会轻易的逃避和退缩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，抗压能力非常的强。不过性格方面也比较的横暴和强势，一旦掌权容易成为独裁者，而且疑心较重，不会轻易的相信他人，为了自己的目的也会做出一些坏事来。3. 瘦弱型身材。如果一个人的身材类型偏瘦弱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性格方面较为内敛，喜欢隐藏自己的心事，会给人一种很难接近的感觉。不过实则是外弱内强，好胜心非常重，个性也比较要强，不会轻易的服输。这种身材的人不论男女，大多性格方面都比较的沉着和冷静，很有头脑和想法，喜欢算计。不过由于性格太过复杂，太难亲近，不适合合作，朋友缘比较差。4. 体格强健身材。如果一个人的体格长得较为健壮，且体态非常匀称的话，这种人一般看上去会给人一种肌肉发达之感，筋骨健壮，身体素质比较好，生活和工作方面大多很有规律，比较的尊重秩序，做事很有原则，为人也比较的重情奖励。但是说话做事方面会给人一种拖沓之感，总是讲不到点上，说话喜欢绕圈子，也会给人一种特别唠叨的感觉。做事比较的中规中矩，缺乏灵活和变通，不过也比较的稳重，能够给人以安全感。5. 娃娃脸的未成熟身材。如果一个人长有一张娃娃脸的话，脸部和自身的年纪感觉明显不符，会给人一种不成熟的感觉。这种人大多个性非常的要强，而且特别自私，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性格特征非常的明显。不过也比较的开朗乐观，说话比较的风趣幽默，学习能力比较强，知识也比较的渊博。不过由于太过于自我，真心的朋友并不多，遇到困难时容易孤立无援。6. 瘦弱而细条纤细的身材。
如果一个人的身体瘦弱成线条般纤细而柔弱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内心非常的敏感和细心，对于周遭的人和事物有着很强的感知能力，对于别人说的话或者一些小心都特别的上心，心里喜欢装着很多事，虽然性格比较文静，但待人却非常的真诚，执行能力较强，但是缺乏自主性和主见，注重承诺，懂得理解，不喜欢食言。一旦遇到不开心的人或者事的话，性情比较多变，很难真心相交。7. 肩膀宽厚。在相学上，臀部大的人是代表有财运。所谓食肥久富，不富在没屁股。有很多人会因为自己的屁股大而去瘦臀，结果瘦的却是自己的荷包。而面相中，男子的肩膀宽厚可以让女子信赖，他也可以为家庭带来一片蓝天。在女人的肩膀上有肉可能不是那么美丽，但却心胸大多比较宽阔，有容人之量，不会为小事斤斤计较的人，更容易成就一番事业，事业运势很好。8. 修长美腿。这种面相指的是腿部修长，但并不一定是标准腿型，而是其比例有协调和不协调之别。比例协调，感情运势好，会因修长腿而带来美好的感情，但是自己则难免会有花心的出现。一般这种体相的人比较挑剔，追求完美，婚姻会因此而变故，而修长而比例不协调，则运势比较反复，婚姻较早，感情多变。这种修长腿往往会带来桃花之灾。就修长腿而言，通常异性是好事，总是为情感而努力，在性情上比较骄纵，比较任性的人，需要男人的呵护。如果男性腿修长，做事虎头蛇尾，异性缘好而财运反而有损，这种反而不利于财运的发展。9. 腰壮肉厚。在生活中，腰壮肉厚运气比较好，一般在人生的紧要关头都会出现一些贵人，及时的给予帮助。生活健康没有大问题，没有金钱的概念，花钱也是比较的随心的人，不愁吃穿。在体相中，腰背正直是诚信的人，也是代表身体健康，不会为了自己利益而去出卖朋友、家人。由于这个优良体态，所以如果经营生意的话，会有一定的成就，所以不要再嫌弃腰粗。10. 身长腿短。常听老人们说到，身长腿短寿命长，腿长身短苦度日。意思就是说，大多数腿长身短的人并不比身长腿短的人命好。若是一个人的上身明显比其腿长，则一般意味着此人是一生少吃苦多享福的命格，而且财运特别好，不需要因为生计而整天奔波劳碌。男性有这身形，多数官运比较好，而女性有这种身形，往往偏财运极佳，而且属于长寿命格，可福寿绵长。而且这类人一向都很认真执着，而且脑筋灵活，行动迅速，具备艺术方面的才能，擅长设计，喜欢旅行，能言善辩，企图心很重，喜欢指挥别人。优点是责任心非常重，口才很好，遇到事情反应很快，有极高的才华。不过缺点就是有些缺乏耐性，常常喜欢在口头上逞强，凡事喜欢压别人一筹。11. 身短腿长。上身长下身短为万里飘蓬之客，这样的人一生劳碌辛苦，家庭生活不稳固。面相好的人一生财运不断，但是却难有积蓄。脖子以下全是腿，是人们用来形容上半身短下半身长的夸张说法。不过现实中确实有的人下半身偏长，这样的人虽然身材很好看，但却是劳碌命，因为不管腿怎么好看，在体相学中腿是劳碌的部位，下身过长表示需要劳累。但是以上的观点也并不是绝对正确的，一个人不管长得怎么样，如果自己不思进取，同样是没有福分的，还是会为了忙于生计而走路样，慌慌忙忙。反之，如果一个人发愤图强，努力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奋斗，不管他的长相如何，都是会成功的。正所谓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，所以就算他的下身比上身长，还是一样会取得成功，一样会有绵长的福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